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身体在靠近，理智在退缩，龚俊和李沁上演大哥大嫂大片。身体在靠近，理智在退缩，龚俊与李沁上演了一场暧昧与克制的双人戏。在这个情感综艺盛行、真人秀成为明星最真实一面的时代，观众早已不再满足于看一场表演，他们更想窥见的是真情。而在最近热度持续走高的花勺旅程中，龚俊与李沁这对意外的搭档，无疑成为了最让人上头的一对。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像一杯温热的红茶，入口温柔，余味悠长。那种身体在靠近，理智却在退缩的微妙张力，让无数观众在弹幕里直呼：这不是恋爱剧，是现实里的心动现场。那张在车里的氛围图成了许多网友的屏保，车窗外流动的光影映照在两人脸上，空气里仿佛有静默的电流在游走。龚俊略微偏头的瞬间，眼神温柔又克制，而李沁微微低头，嘴角藏着笑意。这张图太有故事感了，有人说这是一段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的暧昧，也有人说这正是成年人爱情最真实的样子，不再轰轰烈烈，而是克制而深情。他们的气质奇妙的相似，两人都是那种温柔内敛却能在细微处打动人的类型，懂得倾听，懂得体贴，更懂得在适当的时刻收。正因为这样的性格，使得他们的互动格外耐看，像是藏在风中的柔光。李沁的温柔不是柔弱，而是一种有底气的体贴；龚俊的绅士也不是客气的礼貌，而是发自本能的关怀。两人都属于那种付出型人格，他们懂得照顾别人，也愿意牺牲自己的一点舒适去成全别人。这种气质既是他们受欢迎的原因，也是他们容易被误解的地方。付出型人格和讨好型人格的区别在于，前者出于善意，后者出于恐惧。龚俊能看懂李沁的迁就，这意味着他不只是礼貌地对待她，而是真正理解她。这份理解是成年人之间最罕见也最打动人的连接。在节目镜头外，或许他们也各自背负着工作压力与公众期待，但在镜头下，他们表现出的默契与尊重却显得尤为珍贵。当年在节目刚开始时，龚俊调皮地叫李沁琪琪，引起了一片笑声。许多观众以为那是口误，但真正懂得人际心理的人都明白，那是一个小小的试探。叫错名字是最简单也最有效的破冰方式之一，尤其是在面对一个他想要了解、想要留下印象的人时。而李沁的反应也极为聪慧，他没有生气，没有尴尬，而是微微一笑，淡淡回应。那一刻，所有情绪都藏在眼神里，两人之间的磁场从那一刻就已经被点燃。在后续节目中，李沁与龚俊的互动越来越自然，最让观众记忆深刻的莫过于那段代餐情节。龚俊看出李沁有点犹豫，便轻声说：如果你也想代餐，你也可以，小沁，你想你就说。双引号，那句话太温柔了，没有命令，没有压力，只有一个成年男性对女性最真诚的尊重与理解。李沁当场红了眼眶，她的反应是下意识的。那一刻，理智还没来得及控制情绪，真心已经先一步溢出眼底。很多网友说，这句话像极了爱情中最动人的那种瞬间，不是表白，却比表白更有力量。节目里有个细节，李沁忘带手机，龚俊立刻察觉到她的慌张。最初他以为是玩笑，随后一个眼神就读懂了她是真的忘了。于是他毫不犹豫地下车去陪她。那一段小插曲看似平常，却藏着极强的安全感信号。他没有越界，没有跟着进房间，只是在门外静静等候。这就是分寸感。听到他的脚步声，
他恰到好处地打开门。那种默契不需要排练，不需要剧本，是两个人在无声中形成的节奏。然而他出了门时低着头，没有看他像是害怕什么。或许他害怕自己的心动被人看穿，也或许他知道这份情感不能有后续。于是身体在靠近，理智却在退缩。在星座性格上，龚俊是射手，李沁是天秤。射手的人热情、真诚、勇敢，天秤的人理性、优雅，怕伤害别人。这两个星座的相遇就像一场轻微的风暴，他主动靠近，他矜持退后，他用行动表达，他用微笑掩饰，他大胆，他克制。于是暧昧就成了他们之间最舒适的平衡状态。龚俊的勇敢是天生的，他不会掩饰自己的情绪，也不怕被误会。而李沁的矜持是成熟女性的本能，她知道界限在哪，也知道过度靠近意味着什么。在这个行业里，任何情感苗头都可能被放大，所以他们的每一个眼神，每一次靠近都需要克制。有人说花少是他们的恋爱实录，但其实它更像是一次真实反应的表演。拍戏时，他们有剧本，有角色，有设定，可在综艺里，他们面对的是最真实的自己。龚俊曾在采访中说过，他不怕演戏时出错，怕的是在真实生活里让别人不舒服。而李沁也是那种宁可自己多付出一点，也不愿让别人为难的人。这也是为什么他们的互动会显得那么自然又微妙。或许他们都明白，综艺只是暂时的舞台，而暧昧只是镜头中的温柔幻影。节目一结束，他们都得回到各自的生活里。综艺的最后一集，龚俊在车上说想尽快进组拍戏，那句看似随意的话，其实透露出一丝逃避。他知道拍戏是安全的，那是别人的人生，有台词，有结局。但在花少里，他面对的是自己的情感，没有剧本可依，没有预设的台词，这份未知才最令人恐惧。观众看着他们的互动，心里都清楚他们差那么一步就能火花四溅，但他们都停住了。那一步不是没有勇气，而是有太多顾虑。这不是错过，而是成年人的清醒与温柔。他们不是不懂爱，而是懂得爱需要成本。或许他们都知道自己早已过了可以不顾一切去爱的年纪。爱情从来不是唯一的生活重心，尤其对演员而言，情感一旦被曝光，就意味着风险与话题。所以他们选择了最理智的方式，把所有的心动都藏在友情的框架里，既能保留美好，也能避免破碎。观众为他们遗憾，却也理解，因为这种关系才最接近现实。在镜头的尽头，他们没有告白，也没有结局，但那种若有似无的情感，却成了观众心中挥之不去的意难平。结语：成熟的爱情不是激情，而是克制。李沁与龚俊之间的故事不是爱情片，而是情绪片。他们让我们看到，原来暧昧也可以温柔，克制也可以动人。在这个人人渴望表达的时代，他们却选择了留白。这种留白是智慧，更是善良。也许多年后，当他们再回看这段旅程，会发现那一幕幕眼神交汇，早已成为人生中最柔软的一页。爱情不一定要拥有，有时候最美的就是身体在靠近，理智在退缩。